聪明做人再好不过，但真正聪明的人不会处处显示自己比别人有能耐，特别是关键时刻，他总会故意装傻，以避树大招风，麻烦事缠身。这就是做人的心机。在我们的周围，有些人的确很聪明，但总是喜欢抬杠，以显示自己是个有想法且聪明胜于别人的人。搭上话就针锋相对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总要加以反驳。其实他自己一点主见也没有，不过当你说是时，他一定要说否；当你说否的时候，他又说是了。事要占上风，纯粹是没有心机的失败者。即使你真的聪明，也不应该以这样的态度去和别人说话，你简直不为对方留一点面子，好像要把他逼得无路可走才心满意足。你想让人无话可说，达到心理上的满足。你想过没有，你满足了，那么人家会不会满足呢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相信你并没有想到这一层，但实际上你却是这样做的。别人会意识到你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傻人，这种不良习惯使你自绝于朋友和同事，没有人愿意给你提意见或建议，更不敢向你提一点忠告。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你不幸染上了这种坏习惯，朋友、同事们都远你而去了。唯一改善的方法是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。首先你要明白，在日常谈论中，你的意见未必是正确的，而别人的意见也未必就是错的。把双方的意见综合起来，你至少有一半是对的。那么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反驳别人呢？大概有这种坏习惯的人当中，聪明者居多，或者是些自作聪明的人。也许他太热心，想从自己的思想中提出更高超的见解，他以为这样可以使人敬佩自己，但事实上完全错了。一些平凡的事情是没有必要费心做高深的研究的，既然不是在研究讨论问题，又何必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固执己见呢？另外有一点你也应该注意，那就是在轻松的谈话中不可太认真了。别人和你谈话，他根本没有准备请你说教，大家说说笑笑罢了。你若要硬做聪明，拿出更高超的见解，即使确是高超的见解，对方也绝不会乐意接受的。所以你不可以随时提出像要教训别人的神气。当你的同事向你提出建议时，你若不能立刻表示赞同，但起码表示可以考虑，不可马上反驳。假如你的朋友和你聊天，那你更应注意，太多的执拗能把有趣的谈话变得枯燥乏味。如果别人真的犯了错误，而又不肯接受批评或劝告时，你也不要急于求成，不妨后退一步，把时间延长一些，隔几天再谈。否则大家固执己见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伤害了感情。因此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表现得谦虚些，尊重别人的想法，随时考虑别人的意见，不要做一个固执的人，应当让人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谈的人。大量事实说明，人们谈话时都有一个目的，想知道别人对某件事的看法是否和自己相同。他们希望别人也能和自己一样对某件事有相同的看法。如果别人的看法与自己的看法略有不同或不大相同，
你也应该显得对此很有兴趣。如果双方的意见一致，你就会感到一种同情的安慰；如果发现双方的意见有差异，你也会感到这是一种刺激，因而引起双方的争论。因此，当你听到别人的意见和你一样时，你要立刻表示赞同，不要以为这样做会被人认为你是随声附和，因而就不吭声了。不吭声虽然不会被人误解为随声附和，却也容易使人认为你并不同意。同样的，当你听到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致时，你也要立刻表示你什么地方不同意，为什么不同意。不要以为这样会伤害彼此的感情而不吭声，因为心机也是一种胸怀，一种从容和大度。如果这两样你都不被别人承认的话，那只能是做人的失败。《红楼梦》里的王熙凤做人可谓精明，依仗贾母的宠爱和自家背景，上欺下压，左右逢源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最后令众人生厌，郁郁而死。可见做人不能不精明，但也不要精明过头。人不应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，该糊涂时糊涂，该聪明时聪明。有句成语，屡端大事不糊涂，说的正是小事装糊涂，而在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。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者有很多。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，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，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。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的神通广大，实在是没有第二个人可比，这才是真人不露相的典范。对于这样的老好人，谁会防范呢？他因此而得以在无声无息中做了这两件大事。当宋英宗刚死的时候，韩朝急忙召太子进宫，太子还没到，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。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，急忙告诉宰相韩琦，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。韩琦拒绝说，先帝要是再活过来，就是一位太上皇。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，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。担任大内都知职务的人手中很奸邪，反复无常，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，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。韩琦有一天出了一道空头敕书，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，参政赵凯感到很为难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欧阳修说，只要写出来，韩琦一定有自己的办法。韩琦坐在政事堂，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人手中传来，让他站在庭中，指责他说，你的罪过应该判死刑，现在贬官为齐州团练副使，由齐州安置。韩琦说完，拿出空头敕书填写上，派使臣当天就把人手中押走了。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，人手中会轻易就范吗？显然不会，因为他也相信韩琦一贯诚实的说法，不会怀疑其中有诈。这样，韩琦轻易除了蠹虫，而仍然不失忠厚。所以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人生的最高修养，也是一种做人的谋略。大智若愚的人总有更多成功的机会。另一个近代人谢万，是谢安的弟弟，曾经和蔡系争一个座位。蔡系把谢万从位子上推了下去，谢万慢慢站起来，拍拍衣服，
便坐回座位上边说：“你差点弄伤我的脸。”蔡系说：“本来就没有考虑到你的脸。”后来两人都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，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们。韩琦、谢万之流都是老谋深算、心机重重之人，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，受侮受损的一方都没有为自己的难堪的损失而大发其怒，记恨于心，相反的，都表现出宽宏大量、毫不计较的美德和风度，结果得到了大家的敬重，也使伤人者感到无地自容。大智若愚，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也可理解为小智愚，大智明。对于个人来说，是一种很高的修养。所谓愚，是指有意糊涂，该糊涂的时候就不要顾忌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学识、自己的地位、自己的权势，一定要糊涂。而该聪明清醒的时候，则一定要聪明，由聪明而转糊涂，由糊涂而转聪明，则必左右逢源，不为烦恼所扰，不为人事所累。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幸福、快乐、成功的人生。客观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做人不要过于精明，太精明会遭人讨厌。因为人与人情感的沟通和交流是心的交流，如果做人过于精明，就不能在交际方面获得人心。对人不必精明，对朋友傻点更好。交际中的精明，容易把应该淳朴真挚的关系人为的弄复杂，使人感到刁钻奸猾，敬而远之。这样精明的结果，只能以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而告终。做人精明露骨，实则是一种小聪明。有一种情况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自逞聪明，引火烧身。三国时代的杨修可谓绝顶聪明吧，他的几次聪明过了头，才智大显露，结果引起了曹操的记恨，将杨修杀掉。人和人的正常交往是平等的，如果你举止不讲究，言辞不考究，说话不实诚，居高临下，只能孤立自己，招致他人的不屑一顾。做人需要精明，但不要过于精明，甚至精明到露骨。